大部分的社交，本质上只是两个寂寞的灵魂在相互磨损，除此之外毫无意义。我曾以为扩充人脉是通往财富的捷径，直到我像修剪枯枝一样剪掉了99%的无效关系。无论是财富还是内心的宁静，才真正涌入我的生命。真正的慈悲不是来者不拒，而是哪怕只剩一人，也要与其构建深度共鸣的灵魂链接。如果你不想在嘈杂的人群中逐渐窒息，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重塑你对关系二字的理解。在我开始讲述这段关于极简与慈悲的旅程之前，如果你希望能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找到一丝清醒的信号，不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并开启那个小铃铛。这不是为了数据，而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算法控制的世界里，还能凭借着某种共鸣再次相遇。我是纳瓦尔，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我在推特上发的那些关于财富和幸福的推文，或者是那个被疯传的如何不靠运气致富的系列。在硅谷，在投资界，人们给我贴上各种标签：天使投资人、哲学家、创业导师，但很少有人知道，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患有严重社交成瘾症的普通人。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刚到旧金山的那几年。那时候的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我认为成功的公式就是你的能力乘以你认识的人。于是，我像个不知疲倦的猎手，穿梭在各种鸡尾酒会、行业论坛和周末的私密晚宴中。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在一个俯瞰着湾区夜景的豪华公寓里，手里端着一杯昂贵的红酒，对面站着一位当时风头正劲的创业者，我们姑且叫他马克。马克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想法，而我虽然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不时点头附和，内心深处却在大声尖叫。我感到一种物理上的恶心，不是因为马克的人品有问题，也不是因为酒不好喝，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在伪装我对他的话题感兴趣，他在伪装他很在意我的看法。我们两个就像是两只穿著名牌西装的猴子，在进行一场毫无营养的地位游戏。我们在交换名片，交换虚假的承诺，交换那一瞬间的自我满足感。但实际上，我们都在浪费生命中最不可再生的资源——时间。就在那一刻，佛学中的一个概念突然击中了我。Dukkha， 也就是苦。佛陀说，苦的根源在于执。对他人的期待是苦，对他人的伪装是苦，试图维持一段本不该存在的关系，更是苦中之苦。那天晚上，我提前离开了派对。旧金山的雾气很重，我走在冷清的街道上，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非常疯狂，甚至可以说是自毁前程。我决定开始清理我的人生。我不仅是清理我的衣柜，清理我的投资组合，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清理我的人。这听起来很残酷，对吧？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广结善缘，要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但我发现，这是一句巨大的谎言。在博弈论中，如果你和10000个人玩那种一次性的、浅层的游戏，你永远无法积累复利。人生真正的价值，无论是财富、知识还是情感，都来自于复利，而复利只存在于长期关系中。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结合了纳瓦尔的极简主义和佛学的知止。如果我对一个人的邀约不是发自内心的 Hell yeah 太棒了，那就是 No boo， 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也许没有，看情况，没有。虽然不想去，但这对我有利。要么是灵魂的共振，要么就是彻底的拒绝。这个过程起初是非常痛苦的。当你开始拒绝那些毫无意义的饭局，当你不再回复那些只是为了索取情绪价值的信息，当你退出那些整天只充满了抱怨和八卦的群组时，你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这种恐慌源于我们远古祖先的基因。在部落时代，被排斥就意味着死亡。
我会失去机会吗？我会变成一个怪人吗？但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下去。这就像是佛学中的禅修，你需要忍受初期的不适，才能达到后来的成名。慢慢的，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不再把时间碎片化地分给1000个泛泛之交时，我突然拥有了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我用来阅读，我用来思考，我用来打磨我的判断力，我用来陪伴那2-3个真正的知己。这里我要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灯塔，而不是一个推销员。以前的我是推销员，我到处推销自己，试图让别人喜欢我，试图融入圈子。这是一种匮乏的心态，你在向外索求，而佛学讲本自具足，你本来就是完整的。当你开始专注于提升自己，当你开始享受独处，当你开始产出高质量的思想和价值时，你就不再需要去追逐蝴蝶了。你开始种花，那些真正同频的人，那些在知识上，在灵魂上能与你共舞的人，会被你的光亮吸引而来。这才是真诚的极简社交。真诚意味着我不讨好你，我也不利用你，我与你相处，仅仅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思维更加敏捷，我的内心更加平静，我们能碰撞出火花。极简意味着我不需要维护庞大的关系网，我不需要在节日群发虚伪的祝福短信，我不需要记住几百个人的生日。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一种默契之上。如果我们3年不见，再次见面时，依然可以像昨天刚分开一样，直接切入本质的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变得冷血，恰恰相反，这才是最大的慈悲。佛学讲慈悲为怀，很多人误解了慈悲，以为慈悲就是做一个烂好人，是谁来找你帮忙你都答应，是宁愿委屈自己也要成全别人。不，那不是慈悲，那是软弱，那是你对自己边界的践踏。真正的慈悲是知止有度，知止是知道何时该停止。如果你和一个人的相处让你感到能量被耗尽，让你感到焦虑，让你变得刻薄或者虚伪，那么停止这段关系，不仅是对自己的慈悲，也是对对方的慈悲。因为你不再用虚假的自己去欺骗他，你不再浪费他的时间去维持一段错误的缘分。我有一位老友，我们曾是创业伙伴，但在某个阶段，我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分歧。他开始沉迷于短期的投机，沉迷于地位的攀比，而我更倾向于长期的价值创造和内心的宁静。每次见面，我们都在争论，都在试图改变对方。按照世俗的眼光，我们是多年的老友，应该互相包容。但用佛学的眼光看，这是一种执念。我们在执着于过去那个契合的影子。于是，我非常真诚地约他吃了一顿饭。我没有指责他，没有试图说服他，我只是平静地告诉他，我们的道路已经不同了。为了不让这份美好的回忆变成怨恨，我们应该停止频繁的联系，各自安好。那天我们喝了最后一杯酒，拥抱告别。从那以后，我们几乎不再联系，但我内心对他没有任何怨恨，只有深深的祝福。这才是善待他人，不勉强自己。当你学会了不勉强，你的社交质量会发生质的飞跃。现在的我生活极其简单，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处。对我来说，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种自由。就像叔本华说过的，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是他自己。在独处中，我阅读物理学，我参悟佛法，我思考未来的趋势，我的内心是丰盈的。而在我选择社交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极其有趣、极其真诚的人。我们在一起不谈论天气，不谈论谁又买了什么车，不谈论那些无聊的新闻八卦。我们谈论宇宙的起源，谈论意识的本质，谈论如何用代码和资本去解决人类的问题，谈论如何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找到不变的真理。
这种社交不需要酒精助兴，不需要 KTV 的喧嚣，哪怕只是两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喝着2美元的咖啡，那种快乐也远胜过我在那个豪华公寓里感受到的1/1000。而且，这种极简社交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这听起来很反直觉，对吧？我不去混圈子了，反而更成功了。是的，因为在商业世界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信任是最昂贵的货币。当你是一个极简主义者，当你从不为了利益去伪装关系时，你的信用度是极高的。大家知道，纳瓦尔不说废话，纳瓦尔不玩虚的。如果纳瓦尔愿意和你合作，那就是真的看好你，或者是真的欣赏你。这种基于极度真诚建立起来的少数几个关系，往往能带来巨大的杠杆效应。比如我和我的几个核心合作伙伴，我们甚至不需要签复杂的合同，一个眼神，一句承诺，就可以调动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玩的是无限游戏，我们看重的是未来几十年的信誉，而不是当下的蝇头小利。这就是善待他人的最高境界。我不消耗你，我不欺骗你，我与你共同进化。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你需要修炼一种能力，那就是不在此处即在彼处的淡然，也就是佛家讲的无助。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交中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我们渴望被认可，渴望被接纳，这种渴望本质上是一种恐惧，恐惧自己的渺小。但如果你真的理解了物理学，理解了宇宙的浩瀚，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不过是沧海一粟。你的焦虑，你的面子，你的那些所谓的人脉，在时间的长河里连尘埃都算不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活得真实一点呢？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2件事是真正属于你的，你的身体和你的思想。社交的本质不是向外抓取，而是内在的投射。如果你是一团混乱的乱麻，你吸引来的也只能是纠缠不清的关系。如果你是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你吸引来的自然是纯净的光。所以，与其每天焦虑地刷着朋友圈，看着别人的精彩生活而自惭形秽，不如放下手机，关掉网络，去做一些真正滋养你灵魂的事情。去读书，去健身，去冥想，去创造。当你开始享受错过的时候，你就赢了。这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 JOMO Joy of Missing Out， 错过的快乐。我错过了那个热闹的聚会，但我读完了一本经典。我错过了那个所谓的行业内幕，但我陪家人度过了一个温馨的下午。我错过了那个认识大佬的机会，但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这种快乐是平静的，是持久的，是任何外在的刺激都无法替代的。有人可能会问，纳瓦尔，如果我真的像你说的这样做，会不会最后变得众叛亲离，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我的回答是，如果是那样，那只能说明你之前拥有的那些亲和离本来就是虚幻的。你要敢于打破幻象。当你把那些虚假的关系剥离之后，留下的空白正是宇宙给你最好的礼物。这片空白是为了让真正对的人走进来。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需要的是真正懂你愿景的合伙人，而不是一群只会拍马屁的跟班。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需要的是真正能读懂你作品的知音，而不是一群只会看热闹的看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需要的是能陪你走过低谷的伴侣，而不是一群只能陪你喝酒的酒肉朋友。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阻力，你会遇到那些试图用道德绑架来束缚你的人。他们会说你变了，说你高冷。这时候，你需要运用佛学的智慧，慈悲为怀，知止有度。你不需要愤怒的回击，也不需要愧疚的解释，你只需要在心里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再见。你知道他们也是被困在执念中的可怜人，
你对他们抱有慈悲，但你知道，你的道路不在这里。这就是善待他人，也是不勉强自己，不勉强自己去迎合低级的趣味，不勉强自己去维持过期的关系，不勉强自己去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当你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和清澈。你不再需要去猜测别人的言外之意，因为你身边的人都是直率真诚的。你不再需要去担心说错话，因为懂你的人自然懂。你不再需要去戴着面具生活，因为你已经构建了一个允许你做自己的小宇宙。这种自由才是最大的财富。我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规律，早上起来冥想，处理一些真正重要的工作，下午阅读，或者和有趣的人散步。我的手机常年处于勿扰模式，我不再害怕错过任何信息，因为我知道真正重要的事情迟早会找到我。我也希望屏幕前的你能试着迈出这一步，不需要一下子删掉所有人。你可以试着从这周开始，拒绝一个你不想去的饭局，试着在这个周末关掉手机3个小时，只和自己相处，试着对那个一直消耗你能量的人保持礼貌而坚定的距离。你会发现，天不会塌下来，相反，你会看到天空中久违的星光。人生苦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让你感到疲惫的人和事上，哪怕只有1秒钟也是浪费。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不是热闹，而是深情；不是被所有人喜欢，而是被自己深深的接纳。这就是纳瓦尔的社交哲学，也是结合了东方智慧的生活之道。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清醒是一种稀缺的能力。我希望我的分享能成为你清理人生杂草的一把剪刀，或者是在黑暗中独行时的一盏灯。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的思维有所触动，哪怕只是一点点，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更是像在茫茫人海中点亮了一个信号，告诉算法，也告诉这个世界，你选择清醒，你选择真实，你选择高质量的生命。现在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经济的波动还是技术的变革，都在冲击着我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拥有一个干净、坚韧、互助的极简社交圈，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它是你心灵的避风港，也是你东山再起的底牌。别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会在下一期内容里继续和你探讨如何在乱世中通过智慧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财富。我们下期见。在此之前，愿你在这个拥挤的世界里拥有一个自在宽阔的灵魂。